我穿书的时候，故事已经结束，男二隐居乡镇，男女主共治天下。我是书中命不久矣的路人甲，可偏偏就是这样的我，同男二成了婚。我一直知道他爱的人是女主，我迟早会死，可成婚3年，他无微不至，甚至许我长命100岁。就在我以为他是真心爱上我时，女主中毒了。他慌忙赶去京城，却忘了那天是我发病的日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又一次发病，我痛得死死咬着被子，额间的发被汗水打湿。往日里第一时间赶来我这里的男人，此时却没有来。小翠红着眼，不停地为我擦着汗，口中不断抱怨：您发病的日子，姑爷从来没有忘记过，怎么今日还没来？这样的痛，我已经3年没有感受过了。出去请人的小厮赶来，战战兢兢递上一封信纸。小翠夺过信，开口便念了出来：皇后娘娘中毒，特请为夫出山，望妻珍重。笔墨有些潮湿，显然刚写没多久。她咬着牙质问姑爷什么时候离开的。今早。小厮不敢撒谎，谁都知道今日是我发病的日子。出去吧。我强撑着开口，让小翠关上了门。又一波痛意袭来，眼角有泪落下。听到皇后娘娘时，我就知道我输了。小姐，我去请府医。见我痛苦，小翠转身就要出门，可话落，她却愣在了原地。顾怀彻就是神医，我的病只有他能把控，更何况这神医府又怎么会有第二个医者？我知道他是男二，曾经深爱女主，可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对我。胸口闷痛，每呼吸一次都是煎熬。我穿书的日子很早，打娘胎里就来了，那时我只以为自己穿越，直到见到顾怀彻才知道我穿书了。因为我这个病秧子，爹爹寻了不少神医，却无一人能治我的病。直到爹爹打听到顾怀彻隐居之地，我们才相识。那时父亲想要我嫁给他，本想拒绝，可对上爹爹赤红的眼，我嫁了。一开始我牢记男二爱女主，哪怕她再优秀，都不允许自己动心。可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成婚3年，我又怎会心如磐石？他夜夜为我针灸，为我驱除体内病气，每逢发病10日都会守着我。所有人都说我活不过16，可只有顾怀彻说，有他在，我会长命100岁。如今我已年18，成功活过了16岁。回想书中剧情，故事已经结束。男二隐居乡镇，男女主共治天下。我以为他脱离了剧情，真的爱上了我。他的爱太炙热，我避无可避，心口处的锁被一点点撬开。可我才正视自己的心，老天就和我开了玩笑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发病，顾怀彻说，这次之后我就可以痊愈。若是没有彻底清除病气，我会遭到反噬。他日夜挂念，甚至昨日还在我耳边低喃：阿瑶，待你病好，我们圆房可好？我羞红着脸，轻轻碰了碰他的唇。今日他就毫不犹豫地丢下发病的我离开，只为了给女主解毒。可皇宫之中那么多御医，怎么就缺他一个呢？眼前一片恍惚，回神的时候，已经有人搭在了我的脉搏之上。心下回暖，我扭头看那人，却失望地垂下头。那句顾郎终究还是咽了下去。小姐，奴婢让人请了青老，你马上就没事了。小翠安慰着我，可我知道没有用的。果然，青老收回手，便是一句：老夫无能为力。青老，您是青衣堂最好的大夫，怎么会连止痛都做不到呢？小翠开口，颇有些质问的意味。我拉住她的手，抱歉地看了一眼青老，好在青老知晓他是关心则乱，没有计较。奴婢再去请。小翠咬着牙想再离开，我却摇了摇头。别去了，无非是忍过2个时辰，没人能治我，不然我也不会被断定活不过16岁。顾怀彻救了我，可如今他又把我打进了地狱。早知有这一天，何必救我呢？转眼几日过去，我的身体又恢复到3不可血、5不晕厥的时候。我躺在藤椅上，脸色依旧苍白无比，胸口处隐隐作痛。阳光温暖，我却半点感受不到，直到有下人说顾怀彻回来了。心掀起波澜，我抬眼看去，却见他抱着一青衣女子进府，没有看我一眼。小姐，姑爷他……小翠气得不行，想要追上去，被我拽回。喉口冒出腥甜，
我强行带着小翠离开。她或许不知道那是谁，可我知道，喜欢到何时何地都穿青衣的人，除了女主，还有谁呢？回了院子，我再也憋不住那口血。小翠急红了眼，奴婢去请姑爷。小翠，不许去，他也不是你的姑爷了。我死死拽住他的手，不允许他去找顾怀彻。他表现得这样明显，我又何必找虐呢？可姑爷他先前明明在意极了小姐。小翠说的没错，顾怀彻在意我，我看得出来，可前提是女主没事。看现在，比起女主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依旧记得这些年的暧昧与心动。初次见面是在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盖头被挑开时，我就明确说过，他治病救人，我只挂名。他却笑着将手搭在我的脉搏，嗓音温柔，即已成为夫妻，又怎么会挂名呢？我说我活不过16，他的笑容更大了。之后他没再说什么，我的病症却一一消失。我曾送他金子，算是报答，他却将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，次次都为我带些礼物。有时是镯子、发簪，还有糕点、新奇的玩意。他在哄我开心，察觉到自己心动后，我开始逃避、远离。那天的雨很大，他站在雨中，一声声唤着阿瑶，怀中还死死护着带给我的桂花糕。我心软了，想到故事已经结束，便打开了门。他红着眼抱紧我，郑重许下了一生一世的诺言。那时他眼底带着汹涌的爱意，我以为我们真的可以。可惜我终究还是错了。那小姐，我们要回家吗？小翠微微叹息，也知晓我的意思。我想爹爹了。抬手擦去唇边的血，我便让小翠拿了纸笔。我不想纠缠，也不想争，路人甲和女主根本没有可比性。等出现在顾怀彻的院子时，门口多了2个侍卫，明晃晃的青字让我知道这是女主许家河的人。没等我反应，一柄利剑便横在了我脖颈上，一丝血痕骤然出现。小姐！小翠瞪着那人，想冲过去推开，被我牢牢拽住。顾怀彻是我夫君。话落，那柄剑才消失不见，可他们依旧挡着门，话音冰冷。顾神医不允许任何人进去。我愣在原地，心中泛起苦涩。从前他的院子，我是可以随意出入的，也有不少贵人来瞧病，看守也不少。可每次他都会特意留一句，在下的夫人不必拦。他说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我想，都可以进去。可如今他却说任何人，这其中也包括我。3年感情不能确身，前后落差太大，心被攥得生疼。可对上侍卫冷漠的眼，我憋回了眼中的泪，微微后退，打扰了。小翠自小同我一起长大，又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意思？哪怕心有不甘，也只能陪着我等在院外。日头热烈，我有些摇摇欲坠，可我不能离开，我怕我会犹豫，会留下来。哪怕眼前恍惚，依旧站在原地。我不知道等了多久，许是日暮，才看到了顾怀彻的身影。青年逆光走来，温润如玉的脸庞此刻带着疲惫，往常一丝不苟的人，此刻发丝凌乱。我只在发病时见过他这般憔悴的模样，我以为这是独属于我的。可看到他现在的模样，突然有些讽刺，什么心越轻不复轻的话，通通都是假的。怎地等在这里，可用过晚膳了？见到我，顾怀彻微微一愣，想同往常一样过来揽我的肩膀。我侧身避开，唇角溢出鲜血，脖颈的血痕已经结痂，此刻却火辣辣的痛。谁伤了你？又怎么会有血？顾怀彻不知道他有多久没见过我病态的模样，有些恍惚。我没有解答他的话，只递上一封信纸。他皱着眉，打开信纸，却在下一刻白了脸色。阿瑶，你要同我和离？许是不可置信，那双淡漠的眸子此刻有暗光闪过。是。我淡定地擦去唇边的血，死死拽着想要质问的小翠，当断则断，才是我沈思瑶的作风。什么为爱委屈自己，通通都是屁话，我从来不愿意委屈自己。男人，世界上多的是，不过一棵树，还能吊死我不成？为何？你不是答应了？他想说，我那晚答应了他，可他也才想起，他走的那天是我发病的日子。对不起，阿瑶，皇后娘娘命在旦夕，我不得不走。他盯着我，爱意难藏。我避开他的眼，
出声提醒签了字，我们一别两宽。他是男二，自然深情。可我清楚，他所深情的人不是我。签字，腿已经酸了，我不想听他的解释。阿瑶，别任性，你的身体经不起折腾，这次是我的错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治好你的。顾怀彻微微叹息，眼底带着愧疚，他在道歉，可我半分都不想要。顾怀彻，我再次开口，却无比冰冷，他怔怔地望着我，突然有些害怕。阿瑶，我现在就给你看好不好？他想为我把脉，我再一步退开，脸色愈发苍白。他神色一变，想要过来抱我，身后却响起一道温婉的女声怀彻，我好痛。只此一句，让顾怀彻瞬间转身奔进院中。哪里痛？我重新为你上药。他扶着他，眼底满是担忧和焦急。我抬眼同他对上视线，眉眼温婉却犀利，不愧是宫斗文女主。而他看向我的眼中带着淡淡的敌意和轻视，仿佛在告诉我，在顾怀彻这里，他最重要。小翠没有咋咋呼呼地上前质问，只捡起地上掉落的和离书，写下顾怀彻3个大字，便拉着我离开。小姐，我们回家。他气呼呼地拉着我，速度却一点都不快。我轻笑一声，突然有些轻松。我早该知道，男二爱女主是标配，故事是结束了，可人没变。和女主扯上关系的男人相爱，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不及时抽离，等待我的便是万劫不复。可要收拾什么东西？走到大门口，小翠才想起这茬子，我拉着她的手踏出神医府。这里从来没有什么能让我留恋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得到消息的爹爹匆匆赶来，眼眶都有些红。怎么跑回来了？爹爹满脸担忧，看到我苍白的面容后失了声。他已经许久没见过我病态的模样了，如今看到，眼眶瞬间红了一片。先回家吧。爹爹哽咽着开口，扭头擦去了泪，我也假装没看到，心也跟着不好受。爹爹待我极好，奈何娘亲去得早，独留病弱的我，人人都说我活不了，爹爹偏偏把我拉扯大。没有人比我更知道他有多想让我好，所以他要我嫁给顾怀彻，想要我好好活着。可如今我却回来了，他什么都不用问，便知道出了变故。爹爹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回到家才发现，我的院子一直有人打扫，如未出嫁前一般无二。瞧着爹爹心疼的眼，我突然觉得没什么可难过的了。男二如何，我不能左右，可爹爹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爹爹，不受剧情掌控，不曾爱过别的孩子。有什么，明日再说，瑶儿好好休息，万事有爹。只此一句，好似所有委屈都一涌而上。好，我只憋着泪，转身进了屋。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，怎么可以再让爹为我费神呢？小翠深知我的意思，也断然没有开口。直到回了院子，那泪才落下，胸口一阵翻涌，那口血不上不下。最后我还是睡了，可一睁开眼，小翠就说顾怀彻来了。我的心情就瞬间不好了，但想到爹爹还在接待他，只能由小翠扶着去了会客厅。入眼是父亲微冷的神色和顾怀彻满脸的愧疚，若是父亲发怒，定不会只是如此。顾怀彻到底说了什么？爹爹，顾神医。我顺势落座，一如初见那般淡漠，好似从未同他相识相知，宛若陌生人。自我走进来，他的目光就一直落在我身上，听到我的话，瞳孔有一瞬的暗淡，身侧的全都攥了起来。万般无奈，只化为一句抱歉。顾神医前来为何？你我已经和离，何该不再交集？话落得冷淡，可眼前的人却不淡定了。阿瑶，我从未同意和离，我知你误会了什么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同你解释，可否听我一言？他快步上前，想要过来拉我的手，被小翠挡了严实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只要和离，只此一个要求，我不傻，是不是误会？我看得清楚。顾神医，小女顽劣，恐配不上您，好聚好散吧。爹爹开口，虽是训我，却没有一个字是不向着我。爹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离，但他知道我从来都没有错，我的一切决定他都支持。岳父，怀彻知错，还望阿瑶给个机会，
小旭日后再不会让他受一丝委屈。他满眼真诚，小翠不知何时让开，让他抓上我的手。刚想甩开，却发现自己突然不受控制般开了口：“爹爹，我先随他回去，看看他如何解释。”我惊恐地瞪着顾怀彻，心下怨恨，他居然对我用药。可我再怎么气，面上却没有表现出分毫。他没敢看我，只握紧了我的手，向父亲告别。眼看着自己就要被带出府，我急得落了泪。父亲终于察觉到不对，出声制止阿瑶：“你真的愿意同他回去吗？”我望着爹爹的眼，拼了命地摇头，泪越来越多。我想说我不愿意，我不想跟他走，可出口却化为一句：“我愿意，只是有些多愁善感，爹爹不必担忧。小旭会照顾好阿瑶，她的身子我能养好，岳父放心。”冰凉的指尖落在脸上，轻轻带去泪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神医男二用药可杀人无形，何况控人？可从前他这些手段我从未见过，我倒是从来不知道顾怀彻能无耻到这般地步。哪怕再不甘愿，也只能看着自己和小翠一步步踏出家门，上了顾怀彻的马车。车子开始动作，我终于没了被控制的感觉，怒气涌上心头，抬手便是狠狠一掌落在顾怀彻脸上。他没有躲，俊逸的脸庞瞬间红了一片，唇角隐隐有血丝浮动。阿瑶，消气了吗？他垂着头，眼底一片黯然。他解了那药，可手却依旧搂着我，越来越紧，好似松开一点，我就会彻底消失不见。顾怀彻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这是我第一次骂人，什么温润如玉的神医，他根本就是个卑鄙小人。只要能让你回到我身边，恶心又何妨？顾怀彻没有气恼，只意味不明开口。此刻我才发觉，往日温润的男人周身笼罩了一层阴霾，眸色越来越深，好似那深渊，让我无法逃离。我们好聚好散不好吗？难道非要我死了，你才满意吗？泪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，心中满是酸涩。许家河是宫斗文的赢家，手段非常，哪怕她最后嫁给男主，男二他也不见得会放过。毕竟看这本书时，许家河也无数次对顾怀彻心动，他眼里的占有欲我看得清楚。他有手段，有势力，我只有爹爹，只有一点小钱，商户之家，拿什么抵抗？我不想到最后让自己家破人亡，为什么就这么难呢？有我在，你不会死，你也不能离开我，答应我的，你反悔不了。他的呼吸越来越近，嗓音却如毒蛇般冰冷。书中描写的顾怀彻温润和善，心系天下，唯独没有描写过他的另一面。一个杀人都能笑着的人，会是和善的人吗？是我看不清楚，招惹了这个疯子。我猛地推开顾怀彻，想从马车上跳下去。现在的我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逃。小翠，他没有阻拦，只淡淡一句，让我瞬间清醒。回头便撞进他墨色的深瞳，随着他勾起唇，那墨色一点点将我吞噬，直到彻底被黑暗笼罩。最终我愣在那里，被顾怀彻扯进了怀中。阿瑶，我同他没什么，她是陛下的皇后。顾怀彻搂着我，便是一句叹息。但他看你的眼神同我一样。我没再躲避，双臂挂上了他的脖颈，气得脸颊嘟起。我想知道他对许家河究竟是怎样的态度。他曾救过我，我才着急了些，不是故意丢下你的。阿瑶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他的吻轻轻落下，小心翼翼。我看着他眼底星星点点的爱意，突然笑了。你送走他，我就原谅你。好。他盯着我，眼中倒映着我的笑容，又加了一句，他本也该走了。等回了神医府，顾怀彻亲自将我抱下去，我缩在他怀中，看到了脸色阴沉的许家河。他的目光落在身上，整个人好似被毒蛇锁定。我微微瞥他一眼，又收回视线。本宫同怀彻没什么，妹妹不要同他置气。他朝我笑笑，想要过来。顾怀彻却带着我后退，嗓音清冷，娘娘的毒一解，神医府便不留了。开口便是逐客令。许家河的脸色微微一变，笑得有些勉强。我觉得身子还未好利索，可否再小住几日？夫人身子不好，娘娘见谅。他没有答应，让人请许家河出去，冷漠的样子不复从前。好。许家河垂着头，嗓音哽咽，最后扭头离开。顾怀彻抱着我，
毫不犹豫转身，可他微蹙的眉、颤抖的手都在告诉我，他没有表面这样风轻云淡。而许家河绝不会轻易放弃。几日过去，我同顾怀彻回到了从前。深夜，他歉疚地抓着我的手，满眼心疼。他说，若是我没走，你就不会受这么多苦。这几日我又发病了一次，他身为神医，只能无措地守着我，憋得眼眶通红。为了我的身体，他没日没夜地研究药方，我终于不再咳血，但身子依旧孱弱。一日天空晴朗，我带着小翠出府为顾怀彻挑选生辰礼物，不巧遇到了许家河。他一身男装，手中的折扇挑起我的下巴，语气异常森冷。沈小姐这般聪慧，应当明白什么人能招惹，什么人不该招惹吧？可顾郎是我的夫君。我静静地望着他，眉眼间染上笑意。顾怀彻以为自己做事天衣无缝，可我也不是傻子，许家河派来的杀手皆被他解决。俗话说得好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我再不出来，他若狗急跳墙，把手伸向父亲就不好了。今早我已经能够察觉到顾怀彻对他的忍耐度一点点被磨灭，如今我便要彻底捅破这层纸。人都要杀我了，我怎么可能还傻乎乎的看不出来呢？沈小姐，你说我要是杀了你，顾怀彻会怪我吗？他眸色淡淡，刀剑自折扇之中弹出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顾怀彻出现了，无色无味的药粉挥洒，我的口鼻被人捂住，半分没有吸入。怀彻，你对我用药？许家河不可置信，眼眶都红了。娘娘，我已经忍耐的够多了。曾经顾某对娘娘不过是感激，若是娘娘误会了什么，顾某在这里道歉。但阿瑶就是我的命。顾怀彻冷漠地看着他，不顾他眼底的悲伤。若是旁人的妻子听到这话，定会感动得要死。可惜我只觉得可笑。忍耐，他的忍耐就是看着他一次次对我下杀手，隐瞒包庇，最后见我要死了才出手阻止吗？多可笑啊！沈思瑶，你是故意的。许家河不傻，甚至很聪明，他自小便顺风顺水，自以为他所看重的都是他的。可顾怀彻不仅娶了妻，还为了他的妻子杀了自己的人，他如何能甘心？他日夜蹲守，终于找到了机会，他想除了我，这样顾怀彻还是他的。可他没想到，却被我算计，反将一军。看着他眼底的恶意，我笑了。娘娘说笑了，不过是以牙还牙，怎么能叫算计呢？身旁的人微微一愣，看向我的眼有些陌生。在他心里，我就是个有点脾气的病弱美人，从来不会算计人，可老实人被逼急了，也同样凶残。话落，我甩开顾怀彻的手，在这一瞬间，他扶着胸口倒地，指尖的粉末被我擦了个干净。与此同时，大门被推开，一道明黄色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他望着地上的许家河，微微勾唇，皇后让朕好找。许家河的脸色在那瞬间苍白，我默默退后，看着他恐惧。士兵包围了这里，许家河的人也被控制，如今他无处可逃。阿怀，我知道错了。许家河神色慌张，果断认错，看向我的眼中带着怨恨。我知道他在怨恨什么。自许家河对我展露敌意开始，我就明白他同男主出了问题，不然他怎么可能会想起男二呢？我花了重金去请探子，得到了消息，原来大结局后的男女主再不复从前那样相爱，帝后共享天下，也就小说有这样的结局，男主心有鸿鹄之志，怎能忍受与人同享天下？而男人的爱是排在他的权利、利益之后，看似甜甜的结局，实则危机四伏。许家河察觉到男主的杀意，想要先下手为强，独掌乾坤，可终究棋差一招，输给了男主。而他的毒就是男主的手笔。那夜，皇宫走水，皇后被烧死在大火之中，而真正的许家河已经跑了出来，让人给顾怀彻送了信。他想活，可看到顾怀彻娶了妻子，他心不甘，他想要天下，成为第一个女皇。他斗不过男主，便盯上了顾怀彻这个天下第一神医，他要他的助力，而前提是顾怀彻愿意为他付出。他想利用顾怀彻，却发现他早没有当初那么迁就他，于是他想杀了我，可他不知道我早就通知了男主。我从未算计过人，
可我从来不会坐以待毙，靠着顾怀彻那点虚伪爱，我怕是早就死了180回了。毕竟以顾怀彻的性格，不会对女主如何，只会送她离开。如今男主找到了她，腹黑阴狠的帝王又怎么会放过觊觎他天下的人呢？许家河自然明白，他的下场绝对不会好。他想反抗，想逃，可顾怀彻给他下了软金伞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人抓起，带到男主眼前。皇后死于大火，朕甚是心痛，故而守孝3年，不纳一妻一妾。男主嗓音清冷，带着十足的压迫。许家河落着泪，不知哪来的力气抱住了男主的腿。阿怀，我不敢了，琅琊阁我交给你，我安心做你的皇后，朝堂之事我再也不插手了，好吗？男主没有开口，只将手落在他的脖颈，手掌微微缩紧。许家河呼吸渐渐困难，放开他，涨红着脸，拼了命的反抗，眼底的哀切让人不忍。我同他也算是仇人，我不会不忍，男主更不会。出于好奇，我看下顾怀彻，却见他一直望着我，眼底满是破碎。他同样也没有看向女主，所谓男二的深情，也不过如此。我收回视线，不再看他，没有看到他微微颤动的指尖。最后，许家河没了呼吸，尸体落在地上，被人装进麻袋中带走。面对帝王，我不免有些紧张，却还是上前行礼，没有一丝地方出错。男主看着我，意味不明地瞥了一眼身后，薄唇轻启，被自己的药放倒，倒是个奇迹。话落的瞬间，身后被暖意笼罩，顾怀彻的嗓音自头顶响起，带着苦涩：陛下说笑，我先回去哄娘子了。话落，我皱眉看他，只见他无奈叹息，下一瞬，整个人便没了意识。再睁眼，是在神医府的榻上，想到先前发生的事，我猛地坐起身子，看到了一旁熬药的顾怀彻。没等我质问，他便出了声：阿瑶，你醒了。我赤脚下榻，一步步走向顾怀彻，他始终低着头，不敢看我一眼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你都知道。不是询问，而是肯定。我低着头，药罐上的蒸汽朦胧着视线，让我看不清眼前的人。是。他天火的动作一顿，沉声开口：皇后是君，我同陛下演了一出戏。阿瑶，我心中之人只有你。他终于抬眼看向了我，爱意无处遁形，无尽的愧疚包围着他，让他不得不仰视着我。我看着他熟悉的面庞，轻笑一声：所以丢下我，也是你们计划的一环是吗？不是。他突然一愣，眼底的歉疚越来越深。对不起，阿瑶，你纯真善良，我不想你牵扯进这些事情。他想来牵我的手，被我避开。他的手停在半空，哑声开口：阿瑶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我只轻呵出声，没忍住笑了出来，满眼讽刺。我凭什么原谅你呢？你要与谁算计谁，和我无关。你没做到你答应的事，是你的问题。你不想让我知道这些，所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，最后来一句：你有苦衷。顾怀彻，你觉得自己很伟大吗？我痛到不能呼吸，不停吐血，就是你所谓的保护是吗？最后，你们的计划完成了，皆大欢喜，受伤的只有我。泪不断掉落，可我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冷。我盼过他回来，盼过他能陪着我，可我等来的是他的冷漠，是他抱着别人匆匆离开，是他的一句不想让我牵扯进去。多可笑的话啊！我从来都不接受隐瞒，书中男女主的误会桥段我也不想经历。人人都想要破镜重圆，可没有人知道那镜子是否能如从前那样没有一丝裂痕。我所受的痛，没有人替我承受。我原本也不想怪他，可一个人原本就是自私的。我接受不了他上一秒把我捧上天堂，下一瞬就把我按进地狱。一句为我好，想要抹去所有发生过的一切，做什么梦呢？气氛突然沉寂，他的手自空中垂落，不小心打翻了药罐，瞬间被烫红一片。他没有动，仿佛感受不到痛。我抬手擦去泪，毫不犹豫转身离开，不忘留下一句：记得签和离书，至少让我治好你的病。拉开门的瞬间，他终于开了口，带着祈求。我没有扭头，只淡淡开口：不治了，长命百岁什么的，还是算了吧，早死早超生。我本就不该活到现在，这2年的命是他给我的，之后我会用最后一段时日赚钱，给他报酬。他的好，
我半分都不想再接受，更不想再同他扯上一丝关系。有些结是解不开的。后来我回了家，顾怀彻的和离书也送了过来。他深知我的性格，若是同先前一样控制，只会把我推得越来越远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开启新的生活，却不想顾怀彻阴魂不散。再次见面，他一身白衣站在眼前，笑得温润在下。顾怀彻见过沈小姐。他装作不认识我的模样，想要同我重新开始，可他愿意装傻，我不愿意。当天我就让人把他赶了出去，不许父亲再放他进来。爹爹只沉默片刻，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可背影却有些佝偻。我知道爹爹是想让我活下去，接受治疗，可是爹爹，我不想回头。受伤一次就够了。自那日之后，顾怀彻没有再出现，府里却多了一个长相平常的府医。父亲说这是他特意从别国请来的。那天依旧晴朗，我看着父亲眼底的祈求，终究还是答应了。新来的府医是个话少的，只包好药就走，半点不做停留。想到许久不见的顾怀彻，心中有猜测，却没有拆穿。能活着，谁想死呢？他愿意治，那我就受着。如今的我们不过是陌生人，没有什么是钱财不能报答的。转眼1年过去，我的身体彻底恢复，也接手了家里的生意。从前我饱受病症折磨，没有精力，也忘了经商，是我最擅长的事。如今身体大好，心中的抱负自然苏醒。转眼几年过去，四药商行开遍了整个大盛。那个府医也告辞离开，不肯接受一分钱财。最后我也没再强求，有钱不要是傻蛋，他不要我就好好收着。又是1年过去，爹爹开始催婚，我视而不见，每次前来提亲的人都被我打发走。后来爹爹也不催了，只领养了个女孩给我带着。那天我牵过那孩子的手，认她做了养女，待她可独当一面后，便做了甩手掌柜。那时我已经26，就这样躺在藤椅上，陪着爹爹吃瓜看戏，日子过得别提多快活了。从前的一切已经被淡忘，什么穿书，什么男主男二的，我早就不记得了。如今我是大盛第1皇商的老板，日子快活似神仙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番外，沈思瑶离开那日，顾怀彻便跌倒在地，口中鲜血淋漓。他望着沈思瑶的背影，颤颤巍巍开口：“阿瑶，你的痛我还。”可他声音太小，沈思瑶没有听到。那天他整整痛了4个时辰，整个人好似从水中捞出，几度晕厥下，他突然明白了沈思瑶为什么不原谅他了。太痛了，他狼狈地躺在地上，无声地落着泪，却不是为了自己。他在后悔为了让许家和信任，不顾沈思瑶的身体。他记得反事只比他所承受的更痛，他不敢再奢求他的原谅。天亮后，他送去了和离书，看到了他的笑容，心微微跳动。顾怀彻想，若是能重新开始就好了。没过几日，顾怀彻说通沈父进了沈府，想要同他重新开始，可他半分都不愿意。顾怀彻被赶了出来，他望着沈府的大门，咽下了口中的腥甜。他知道沈思瑶不会接受他了，但他舍不得他死，便换了脸皮进府，怕他看出什么，送完药就走。好在他没有拒绝，身体渐渐恢复。后来沈思瑶越来越耀眼，他给了顾怀彻很多银子，他都没有拿，只离开了沈府。他要长命100岁，他的执念才算了。再后来他重新做了游医，只是这天下再无顾怀彻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